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是在江西南昌的红谷滩区，我后面这条江啊就是千里赣江了。在赣江的边上呢，有一个南昌舰主题公园，这个主题公园的门票啊是50块钱，我现在已经买票进来了。这一艘南昌舰呢可不是模型哦，它是一艘真正的舰艇。那今天这条视频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参观一下这艘南昌舰，看看真实的舰体呢是怎样子的。过了这条通道，前面就是南昌舰了。站在通道与南昌舰的衔接处啊，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。如果说在海上看到一艘军舰呢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小，但是当你上来这上面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非常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很震撼。我也是第一次参观这样的舰艇呢，一上来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逛了，而且呢还会感觉到这上面的每一个构件呢都特别的复杂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大概在外面逛一圈，等一下呢进入这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个部位就是舰艇的尾部，这个应该是火箭筒了，看一下这里面呢。很多地方呢都生锈了，大家有见过这么粗的缆绳吗？看一下这个缆绳啊有多粗，跟我的手来对比一下，大过我的手了，相当粗的铁链啊，跟我的手来对比一下。这艘舰艇呢就是靠这些缆绳啊固定在江底，有一部分呢是系在岸边了。这是海军的军旗。这里是有2扇门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下面去。前面这个武器呢，就是130毫米双管舰炮。双管舰炮的下面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盘它是可以朝4面8方去射击，看起来非常厉害的样子哦。这里有一个南昌舰舱室以及装备的分布图。这上面呢，还有一个厚37毫米副炮，这是雷达，343型火控雷达。前面还有一个声呐装置。37毫米副炮，这后面就是厚37毫米副炮，这上面的炮啊，它一样可以旋转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地方，前面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参观呢。后面这个装备啊，看起来呢是非常厉害的样子哦，它是3连装反舰导弹发射架。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啊，制造这样一艘舰体呢需要多少钱？其实呢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这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因为它不能像汽车一样批量生产，所以它很多东西啊是没有模具的，需要高度的依赖人工。了解制造业的朋友呢就知道了，这种小批量生产的东西呢成本呢是相当高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船头了，你看81军旗高高飘扬，前面呢就是红谷滩区，也是高楼林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舰艇，前面呢也是有2个双管炮，这个就是火箭升弹发射系统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活动的舱门啊，也可以从这里啊直接进入到下面去。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船舱里面来走一走，这是其中一个通道。哇，这个舱门都好重哦。这里面呢是他们的会议室，是不让参观的。这上面呢是可以参观一下的。很多地方啊都已经锈迹斑斑了，你看像这些接口啊，都已经生锈生得非常厉害了。我们可以沿着阶梯啊一直走到这上面去。哇塞！哇！感觉越上到上面呢就越复杂。这边上啊是绑着很多救生圈，下面还有一艘救生艇。这个房间呢是情报中心，是锁着的。哇，这里就是指挥操纵系统，你看满满的仪器表，我们作为普通人呢是很难看得懂的。可以下来这个控制室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个通道呢是非常小的。你看这些仪表盘呢，确实是非常的复杂。像这2根管子啊，你看这里呢是有个口，应该是给其他舱室啊喊话用的一个工具。这个就是船舵了，它这个好像是坏掉了。从这个窗望出去啊，就可以看到南昌的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，就是滕王阁，在最高的那栋楼的下面。风非常大。
现在就可以沿着这条通道呢，继续往下面走。这是副政委的住室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这个床呢，顶多只有80厘米宽，上面还有一个小的书架、办公桌，空间呢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小，而且它的高度的话呢，可能就刚好是1.8米、1.9米左右吧，应该不到2米这个高度。这是一个豹房，但这里呢是不让参观的，只能在外面来看一下。发电报用的，还可以继续往下面走。哇，好吓人啊！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入口。疫情期间呢，就是不让进入房间里面，只能在房间的外面看一下。这也是一个住室。这几个都是住室啊，但都挺好的，都是单人单间呢。还可以从这条通道继续往下面走。这个就是他们的会议室了，所以就等于说出来了。在另外一边呢，还有一个厨房，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。伙房。洗菜盆、大锅啊，这里总共是有1、2、3、4个锅，而且都是这种特别大的锅。上面就是抽油烟机了。这个大水盆呢，不知道是用来是洗菜的还是干什么的。最后一个可以进入并且参观的地方。哇，这个楼梯好陡啊！哇，这下面好凉快啊，开着空调的。那这里就是普通战士睡的地方了。你看，床呢是有3层，1、2、3，每张床呢都是只有60厘米左右宽度。这边呢是一层层黄色的脸盆，上面呢还有一个口碑。总共啊是有54个床位。这是解放军海军的军服，这里还陈列着一些老照片。这个房间呢，就是有很多模型了。这个就是昆仑山号军舰的一个模型，辽宁号航空母舰的模型，这也是昆明号导弹驱逐舰的模型。这艘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参观的南昌号了。刚刚啊，就是从尾部的这2个小门进入到下面。好了，参观完了，现在我们就出去吧。站在船头，风非常大。舰体呢，它是海上武器的其中一种。我们古代造字的人呢是非常有智慧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武器的武字啊，它是由2个字组成的，止戈为武，武就是停止战争。但是很多时候啊，停止战争的前提是你要足够强大。我们读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啊就教导我们不要以强欺弱，这是对的。我们同学之间、朋友之间啊，确实要和平友爱。但是在国际上啊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落后啊，就是要挨打的，即使到了现在也一样。在近代啊，我们国家也是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之苦。只有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呢，别人才不敢欺负你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制造武器并不是为了战争，而是为了震慑，为了达到战略上的一种平衡，为了维护一个地区的和平稳定。虽然说很多武器啊，从它被制造出来一直到它退役，也许啊一次都没有使用过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必须要有的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条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